能想象一辈子都摸不了心上人有多难受吗？这位倒霉的少爷被魔女给施了个诅咒，别人一碰他就得见撒旦，所以小镇上的人都躲着他，像躲死神。原本是贵族的他被赶到乡下的破宅子里，还好有爱丽丝这个女仆不离不弃，就算少爷有诅咒，他也一直努力靠近她。两人在一起的日子里，感情慢慢的就来了。可诅咒还在，虽说已经告白见过渣渣，可他们俩的甜蜜还得小心翼翼。比如少爷想堆纸牌屋，还希望爱丽丝夸夸他，面对爱丽丝直勾勾的目光，他又害羞了，于是就让他帮忙递牌。谁知道爱丽丝竟然把牌放在胸前，这让少爷怎么保持冷静啊？但他也没忘记他们的任务，他得干明年春天前解开诅咒。那一刻，少爷才懂了，原来母亲一直在等他。其实不管继不继承家产都无所谓，因为下面还有个弟弟可以继承。最重要的是，他想和女主在一起。甜言蜜语还没说完，纸牌屋就塌了。与此同时，双子座马戏团正在巡演，团里不只有卡夫和扎英吗？还有个孩子天天想跟扎英抢女朋友。还好团长及时把他带走了，因为卡夫和扎英都是过来帮忙的。听说卡夫喜欢孩子送的花，扎英立马说扎也可以送。他看出卡夫舍不得马戏团，就赶紧拿了达里斯给的魔法道具给他。卡夫觉得里面可能有能帮助少爷的道具。扎英突然问卡夫，他是想当人还是继续当魔女？不用魔法，他就跟常人一样。现在他也有了朋友，如果卡夫不跟他一起，也不会有危险。没想到卡夫直接钻进扎英衣服里，不管是作为人还是魔女，他都想和扎英在一起。与此同时，有另一个魔女正盯着扎英不放，因为扎英能操纵时间。这魔女手里还握着爱丽丝妈妈的所有信息。这时候，少爷的妹妹在看着祖父母的画像发呆。妹妹总觉得祖母特别的美，可惜祖母在她生孩子不久就因为一场马车事故去世了。自那以后，祖父就没再找过别的妻子。另一头，卡夫找到了个奇怪的魔法道具，一下子就传送到了少爷家，用了个火焰魔法，让房间暖洋洋的。然后他掏出了个泳池道具，还拉着爱丽丝一起去游泳，因为扎因总是跑来偷看。这次的托马埃斯倒他送到了伊人，爱丽丝的黑色泳衣早就准备好了，他一直想找个机会给少爷展示一下。车下好了，机会来了。少爷一看就害羞的不行，说他在一旁看着就好。爱丽丝就让他尽情欣赏。爱丽丝和卡夫在水里泡着特别舒服，但屋里的温度依旧没降。少爷边说爱丽丝真漂亮，边觉得屋里实在是太热了。少爷好奇问他们在马戏团干什么，有没有露馅。卡夫说应该没事，他们加入马戏团也是团长先请的。虽然以前经历了不少，但在团里挺开心的。不过最近生意变好了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少爷就说下次带爱丽丝一起去看看。看着爱丽丝和别人玩水仗，少爷心里美滋滋的，决定把这个夏日美景画下来。卡夫没想到少爷除了弹琴厉害，画画也挺拿手的。可这会儿少爷已经热糊涂了，爱丽丝就闹请他一起下水。少爷还是怕水里碰到别人，但因为中暑，他不小心扑到了爱丽丝，两人都尴尬极了。爱丽丝还跟他说天这么热得小心点，因为他自己也热得不行了。少爷哪听不出这暗示啊，人家都快被撂翻了。卡夫玩得超开心，临走前还留下了扎因送的礼物，那可是直接从魔界带来的魔法玩意儿。两位就随便玩吧，一堆魔法道具就这么留下了。管家大叔叹气说又贴了装饰品了。少爷和爱丽丝挺好奇的，这个叫甜蜜梦境的盒子到底是啥？打开一瞧，里面居然空空如也，但转眼少爷就被吸进盒子里了。爱丽丝也跟着出现在了里面，还穿着兔女郎装了。兔女郎爱丽丝说这盒子能实现少爷的所有幻想。紧接着爱丽丝也跟着进来了，好奇的说少爷竟然喜欢这个，既然是幻境的，少爷肯定也能摸到的吧？可少爷还是不愿意触碰，他不敢再往里走，怕爱丽丝看到自己更多的幻想。但爱丽丝显然对此很感兴趣，门一开，里头全是各种爱丽丝。少爷羞的都想找个地洞钻，自己觉得也太坏了，居然一心惦记着各种爱丽丝。天哪，连幻想对象都是同一个人。咱就说此时不可更待何时。爱丽丝还记下了少爷所有的喜好，下一个环境呢？居然是崇拜他到不行的妹妹。不知咋的，少爷觉得有点哀伤。又一个幻境是钢琴演奏现场，少爷觉得这儿太棒了，弹琴时候有爱丽丝，还有观众们。虽然只是幻想，他还是乐在其中。没想到爱丽丝还要去下个房间，少爷虽害羞，但还是没拦着。爱丽丝轻推门缝，里面竟是穿婚纱的她。如果是色幻想，他还能调戏几句。纯爱这招直接让爱丽丝没招架之力，但还是憋着说下层幻想不太合适。旁边的兔女郎爱丽丝直接被喂狗粮了。最后这礼物盒被爱丽丝收好了，果然甜蜜梦境啊。这天卡夫跟扎因在辩论荷包蛋怎么做才好吃。少爷心思他俩关系还蛮好嘞，什么都能聊。扎因告诉他什么话都是直接说最好哦。但少爷对爱丽丝一点都不挑剔，他俩现在正是热恋中。
天天闭眼睁眼就互夸，夸得扎因都听闭麦了。爱丽丝为了帮少爷健身，开始拉着少爷在屋里打高尔夫，边给少爷加油打气，自己打的时候还故意做些小动作，有点害羞，但少爷超中意这一套。发现爱丽丝打得挺准，决定跟她学。爱丽丝一边教一边靠她很近，然后故意掀起裙子到她挥杆高度。不过她更猛了，反被搞得心神不宁，真是福中不知福。在爱丽丝的指导下，少爷也成功命中目标。这边厢少爷的弟弟也在练高尔夫，没想到妹妹过来找弟弟，想让弟弟二少帮忙当模特练化妆，二少居然答应了。二少自恋得很，啥都要比大少做得好。妹妹化完妆后发现二少化妆后特别可爱，就想着得炫耀给少爷看看，最后还想勾引一下少爷，然后跑去告状，想这样就能成为继承人，还自信的把计划叫做仙人跳。妹妹觉得挺好玩就照做了。二少一溜烟跑了，母亲一脸懵逼，奶奶马上编谎话说二少跟新来的女仆说他超崇拜中了诅咒的少爷，还特别仰慕他。二少一出场就掀裙子，想用美腿来诱惑，结果不是开玩笑，他身边有爱丽丝呢。但这个女仆的出现让少爷以为女仆们都喜欢无缘无故的掀裙子，妹妹带人过来后就闪了，二少就得留下陪少爷打高尔夫了。少爷觉得这家伙应该不是自己的粉丝，少爷打出了第一球，问二少要不要来打第二球。他们那儿正好有2个球，二少最烦别人给他贴2的标签，但他自己确实有点二，这下子自尊心受挫了，他还是忍不住问了，如果他这敢激动，少爷愿不愿意和他交往？他以为少爷会因为一个陌生女孩喜欢而激动，于是一杆就打进洞里，还拿出小纸条要少爷和他结婚，还打出了3连击。少爷正要拒绝，却发现爱丽丝抢先一步说话了，但爱丽丝又觉得自己太冒失，竟然用头巾蒙住了头。少爷觉得爱丽丝太可爱了，同时拒绝了二少，告诉他自己已经有喜欢的人，建议还是做朋友吧。二少心碎了，大喊一声息内，然后带着狗粮跑了。少爷愣了，这孩子怎么声音和弟弟那么像？二少自己觉得可能还不够可爱，看来女装要么不穿，要么就穿个没完。另一边扎因看着卡夫练飞的，情敌一出现，扎因马上挡在卡夫前面。卡夫喝掉小朋友端来的饮料，他笑嘻嘻地说，扎因又不是卡夫女朋友，干嘛那么上心？卡夫说他们是青梅竹马。扎因虽然心里难受，但拒绝的也太快了。他知道卡夫把小朋友当好哥们，但这场面让他很不是滋味。团长打趣说小心扎因被抢走，团长说他不在乎他俩啥关系，也懒得追究，但觉得他们俩挺逗的，所以才一直选择旁观。团长劝他得抓紧追卡夫，可扎因找不着时机。卡夫在人间，魔女的真面目迟早会曝光，难道真的抛下他走人？没想到卡夫察觉了扎因的忐忑，扎因知道他不懂自己的心思，但觉得他挺可爱。突然卡夫伸出手，有点不好意思的想牵他的手，扎因就反手抓住了他的手指，被发现了，两人都有点紧张，抓手张。扎因自嘲自己太怂。少爷那边刚喝茶，突然被达蕾丝召到神秘结界。达蕾丝是个大名鼎鼎的魔女，少爷意识到结界的存在，但身体还留在外头。两人聊到一半，达蕾丝突然发现爱丽丝在捣蛋戳少爷脸，看着两人秀恩爱，达蕾丝忍不住吐槽，赶紧告诉少爷，希望他帮忙找个人。这边能控元素的不过是普通魔女，操控级别高的力量自然更大。达蕾丝希望少爷找的是能随心操纵时间的魔女。少爷听后脸色僵了。恩森继续说，知道扎因有操控时间的能力，但对方一直保持神秘，直到那本笔记本事件爆发，他承诺如果扎因帮忙用一次时间魔法，就帮少爷解除诅咒。与此同时，天台上的扎因回想起第一次遇见卡夫，卡夫是人类和魔女的混血，但因为魔力太强，容易被别人利用，所以被送来人间。俩人日久生情，变成了朋友。扎因看塔夫为枯萎的花朵难过，就用时间魔法让花儿复活了，据说还能用来暂停时间，实现瞬移。这家伙趁着时间暂停，偷偷看了卡夫的内裤，结果卡夫发现了，给了他一顿揍。他们俩本来以为会一直这样做发酵，直到某天他俩一起出去玩，他们的父母却在人类狩猎魔女的行动中死去。扎因想看卡夫笑一笑，打算用时间魔法让父母复活，可他怎么用力操控时间都无法让逝去的生命回来，时间魔法也改变不了命运。卡夫从未怪过他，还抱着他一起安慰对方。但从那天起，扎因开始讨厌自己的魔法，他救不了父母，也带不回卡夫的笑容。少爷听说达蕾丝能帮他解除诅咒，他突然变得警惕起来，因为达蕾丝之前说过下周的魔女已经死了，可现在却说能帮他解除诅咒，难道达蕾丝就是那个诅咒他的魔女？达蕾丝解释说，他认识一位擅长解咒的魔女，不确定能不能成功，但至少给了少爷一线希望。他说那位魔女几天后会来访，让少爷考虑一下这个建议。少爷觉得这让他很难抉择，他又问达蕾丝到底想用时间干嘛。
还想知道达蕾丝的长相和真实身份。达蕾丝却说他不能暴露自己的面目。少爷下意识地追了上去，一睁眼就看到爱丽丝靠在自己面前，他被吓得连忙往后退，他连累爱丽丝，然后他注意到手上多了一张章鱼的名片。爱丽丝是个天天忙个不停的人，她最大的兴趣就是少爷。爱丽丝耳边老是听到一些声音提醒她，少爷会从哪儿出现。少爷恰好出门说想去洗个澡，爱丽丝就问他要不要一块去。这时耳边又传来了一阵调侃的声音，爱丽丝下意识地回头，少爷就问爱丽丝她是不是能看见鬼魂。原来少爷之前不小心召唤出了一个幽灵，当时爱丽丝可能是为了不让他害怕，所以才装作没看见。但爱丽丝总说她眼里只有少爷。少爷虽然很开心，但他还是告诉了爱丽丝，昨晚看见爱丽丝好像在自言自语，问那空气中的人是不是认识一个长得跟他很像、性格却很开朗的人。少爷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，让爱丽丝告诉他是不是真的能看见鬼魂。他还说确实就有一个穿新娘装的幽灵，从昨天开始就在这附近。少爷对这个幽灵感到好奇，想知道对方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或者执念。新娘幽灵说她本来要和心爱的人结婚，戒指居然比预期大了2圈，她一激动不小心踩空了楼梯，直接没了。少爷听着都觉得头大，于是就把家里存的铜斗拿出来了，想让新娘自己挑一个，看能不能解决问题。但心里也纳闷，怎么就不是先量量戒指大小呢？看着少爷和爱丽丝甜蜜蜜的，新娘看着都羡慕，就借了爱丽丝的身子。在少爷看来，就跟爱丽丝突然害羞，让他抱一下似的。少爷心里那个慌啊，又担心会伤害到爱丽丝，于是赶紧跑了。新娘内心也是一阵感慨，看来她还是最喜欢自己钟情的人。现在想想戒指的事，已经不那么生气了。知道还没跟老公好好告个别，就这么突然走了。她打算回阴间去找他，然后她就把花送给了爱丽丝，那花就被放在客厅里当装饰了。少爷和爱丽丝都在等那个章鱼魔女来，但少爷打算一见面就把她送走，能解诅咒当然是好事。但要是因此欠了达蕾丝的人情，还得让朋友出面。少爷真不愿意麻烦朋友出面，所以不管是哪个魔女来，他都不打算让进。但他们都没想到这个魔女会这么另类，因为一直在深海待着，出门一趟差点在少爷家门口可挂了。还好爱丽丝赶紧给他泡了盐水才缓过气来。那个叫艾米莉亚的说她是魔女，其实她是个天生有魔力的章鱼。她说她以前也解过像少爷这样的诅咒，他们可以试试看。少爷还是摇头了，感谢艾米莉亚大老远跑来帮忙，但他不想答应解诅咒，因为他不想欠马蕾丝的人情，让朋友去替他还。艾米莉亚有感而发，觉得人类还是那么讲究情义。她10年前也曾和一个人类男的结过婚，那时她在深海里是个魔女，无绕攻击了一对船，没想到人家有大炮，艾米莉亚就被抓了。但没想到那个白头发的男人居然放她一马。这不是马戏团团长吗？团长看到艾米莉亚有点不好意思，还突然问她有没有男朋友，然后两人就交换了戒指。不过团长很快就去了别的城镇，他自己又回到深海去了。艾米莉亚觉得对方可能都忘了自己了，这么短的年不见，艾米莉亚还是挺有感觉的。自己虽然不像人鱼那么好看，也不懂为啥对方会和她交换戒指。艾米莉亚一害羞就隐身。还有对少爷说，这诅咒可以试试看解，但不保证一定行。建议少爷先试试，解了再说，要不要还人情？而且跟主还人情不一定非得用朋友。不过少爷对达蕾丝有点害怕，主要是人家那个骷髅面具，真不知道在想啥。艾米莉亚说，达蕾丝有时候确实挺吓人的，但别看他那样，本质上人不坏，虽然是魔界大佬，对艾米莉亚来说不过是个朋友，做了大魔女也是个好好先生，拒绝不了别人的推荐。艾米莉亚说，她想帮忙破解诅咒，得看这魔女有多大本事。她自己心里盘算了下，感觉成功的机会有8成，要是真能解开诅咒，少爷就能给爱丽丝戴上戒指了。少爷犹豫了一下，他说他愿意试试看，假如真行得通，他打算用别的办法还达蕾丝的人情。艾米莉亚本来想用触手去碰他，少爷本能就躲开了。他给两人展示了一下自己的魔力，少爷都感叹了，这能把海洋搬到陆地上，艾米莉亚这能力简直了，约才啊！艾米莉亚被夸得不好意思，直接隐身了。然后少爷又被一边和小鱼玩的爱丽丝吸引住了，房间外头还有大鲸鱼呢。看到少爷这么高兴的和爱丽丝一起玩，艾米莉亚也感慨一番，好孩子怎么就早这种咒呢？爱丽丝玩得超开心，感觉就像是在海底和少爷约会似的。少爷对鱼类挺熟的，因为自己来宅子里后就开始无聊的画图鉴上的鱼。艾米莉亚看他俩玩得不亦乐乎，就准备动手解诅咒了，结果一碰触手差点把人弄伤。艾米莉亚就跟他俩说，据他所知，能下这种重诅咒的魔女就那么一位，难怪达蕾丝会派她过来，那下咒的魔女很可能就是达蕾丝的双胞胎姐姐撒旦。那诅咒就像是缠在少爷身上的绷带，怎么也撕不下来。爱丽丝突然想起妈妈的日记，里面有提到2个穿修女装的魔女，会不会就是那对双胞胎？这时候少爷更加糊涂了，达蕾丝为啥要用时间魔法？
难不成跟他解沙袋有关系？难道达蕾丝想复活他姐姐？同时，达蕾丝通过某种方法已经追踪到了扎因的位置。艾米莉亚说了，这诅咒比他本事还大，他很抱歉帮不了忙。少爷不懂，那么厉害的诅咒魔女怎么会死掉呢？艾米莉亚用光了力量，他们急忙把艾米莉亚送到海边。艾米莉亚那才好些，少爷祝福了她，希望她快点遇到自己的另一半。少爷还想带着爱丽丝去找扎因，得把达蕾丝和沙袋的事情说给他们听，要有所防备。没想到爱丽丝掏出马戏团的票，少爷想只要能跟着爱丽丝，无论去哪他都开心。爱丽丝记得小时候和妈妈去过一个超美的花园，还想让少爷也看看那花园。少爷说诅咒起了就一家人一起去那玩。昨天卡夫问扎因他会不会抛下他，如果是对卡夫好，他可能真的会那么做。不久，少爷换了套能防人的衣服，带着爱丽丝出门了。路上碰到马戏团的小孩雨果，雨果一听说这么找卡夫，最开始还以为他俩心怀叵测，但少爷说他身上有诅咒，叫雨果不要轻易靠近。雨果半信半疑，又听说是卡夫的熟人，才带他们去了马戏团。雨果还追问着少爷的诅咒，少爷用花朵演示给他看。团长看得目不转睛，还想他们加入马戏团，还说要试试触碰少爷会不会出事，真是自寻烦恼，闲得慌。团长说他们要在广场表演，虽然还没批准，但已经开始宣传了。他觉得少爷加入肯定火，少爷想这团长是不是中二病啊？爱丽丝竟然扎好头发，开始热身了。少爷问自己也得上吗？爱丽丝说既然人家请嘛，那就试试看呗。他热身时胸口激动的厉害，少爷都不知道该怎么是好。如果叫少爷也试试，其实少爷也没玩过杂技，但他还是可以试试看。看到卡夫和爱丽丝亲昵的样子，少爷的目光就完全被吸过去了。他好奇雨果啥时候加入的马戏团。雨果说是1个月前，他以前是个小偷，被团长收留进马戏团。马戏团的其他人也是类似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，但团长说个性才有意思，他们性格都变了。雨果以前总是惹麻烦，但现在他想让大家开心。少爷想了想，他本来是来找扎因商量达蕾丝的事，既然扎因不在，他就可以先练练杂技。但爱丽丝露出的大腿让他心神不宁。同时，扎因在河边喝酒解愁，他从没想过离开卡夫，只是想给卡夫更好的生活。如果离开他是最好的选择，他愿意让卡夫留下。此时少爷也在努力训练，爱丽丝夸了他一句，他就开心极了，还请爱丽丝做他的第一个观众。真的，他还挺有天赋的。这时候扎因喝醉了回来，结果被卡夫给打醒了。另一边，达蕾丝看着眼前的黑棺材，他的朋友突然来找他。达蕾丝马上戴上面具，遮住了脸上的伤痕。虽然朋友没看到达蕾丝的脸，但他看到了棺材里的人。那个掌握着爱丽丝母亲命运的魔女，居然就是达蕾丝。达蕾丝说，这女人虽然不呼吸，心脏却还在跳，一直处于沉睡状态。他说他很喜欢这个女人，所以他想让她能醒过来，最好能让她当做啥都没发生，继续过日子。好友说长得真挺像爱丽丝。达蕾丝轻轻点头，因为她就是爱丽丝的妈。一开始达蕾丝也认错人了，吓了一大跳。他好友也有女朋友，看他俩甜蜜的样子，达蕾丝看了直摇头，心想怎么人人都成双成对啊？达蕾丝说他这2天打算去人间找扎因回来，但扎因的家伙挺风流的，所以打算带上2位辣妹好友一起，毕竟他俩都是美女。他跟好友说扎因将来肯定是个大魔女。好友走后，达蕾丝摸了摸脸，她本也有一张漂亮的脸蛋，和姐姐一模一样，但为了和姐姐区分，就在脸上留下了这道疤。少爷训练得很卖力，团长拨了个尖锐的问题，你咋不用自己的诅咒来表演呢？少爷愣了一下，抛接棒掉了。哎呀，他给忘这事儿了。少爷把扎因叫到一边，他们支开了卡夫去问话。少爷把发现扎因魔法的事儿告诉他了。扎因觉得这能力真是麻烦，想到卡夫在双子座那么快乐，他告诉少爷自己打算离开这阵子了，因为再待就是找麻烦。少爷问他这样真的好吗？他们哪知道卡夫已经听到他们谈话了。男童问扎因，他真的舍得抛下卡夫吗？正巧卡夫走了过来，扎因马上转开话题。看着卡夫，扎因回想之前的问话，如果是为了卡夫好，他会离开。之后，少爷代替扎因去表演，观众们看得一头雾水，还是忍不住给他鼓掌了。爱丽丝马上就要上场了，谁知道这时他们俩已经找到扎因了，这么难得有人撩啊！扎因还没来得及乐呢，就看到马蕾丝也跟着来了，他一脸不爽的样子，没想到达蕾丝直接把他壁咚了，还说要带他一起回魔界，说是需要扎因的时间控制魔法。扎因已经被美色迷了双眼，他本来并不打算跟着去的，但达蕾丝居然拿卡夫来威胁他。但达蕾丝说扎因注定会是个大魔女，如果不想吃更多苦头，就赶紧跟着他走吧。谁知道扎因不仅能看穿他的魔法，还能制造幻觉呢。看来扎因真的是个魔法奇才。居然扎因真的点头答应了。
但他说要再留一天，要和卡夫道个别，约定后天见个面。广场上的活动快开始了，说到少爷跟爱丽丝还在那儿甜蜜呢。雨果突然找到了卡夫，说扎因找他有事。雨果把卡夫带到了小巷里，这时候扎因还在想怎么和卡夫告别。雨果以为扎因终于要表白了，还说虽然自己更中意卡夫，但扎因毕竟是先来的，如果扎因不能让卡夫幸福，雨果是要给他点颜色看看。他临走之前还要和旧爱说再见。扎因说其实是想感谢卡夫，卡夫马上感觉到了不对劲，直接问扎因是不是要抛下他走了。卡夫说扎因一直都很聪明，所以他总是听扎因的，但这次不同了，扎因为啥不和他商量呢？卡夫伤心极了，转身就走，还说不再和扎因做朋友。扎因急忙救住了他。就在卡夫要走的时候，扎因突然告白说喜欢卡夫。卡夫没想到扎因会这么突然，扎因说他绝不会收回那句话，正是因为太在乎才选择离开。谁知道卡夫已经跑掉了。这时候达蕾丝装扮好从他们身边走过，卡夫满脸通红的跑回来了。雨果看出来了，肯定是扎因告白了。马戏团的表演也开始了，观众们都开始欢呼起来。少爷回想起昨天表演没人理的窘境，感到害怕，担心会被大家嫌弃。爱丽丝教了他一种自我安慰的方法，他们注意到卡夫还没恢复过来。少爷以为卡夫知道扎因要走了，没曾想扎因又回来了，他装作若无其事。卡夫不敢回头看扎因。少爷他们意识到肯定发生了什么。这时候不料马戏团里突然冒出巨大植物，原来是达蕾丝的辣妹团队过来了。他们打算在马戏团搞破坏，让扎因没法留下。一颗带毒的植物和毒蛇，就在扎因要用时间魔法的时候，少爷出手让植物立刻枯萎了，还警告毒蛇还咬我试试看。毒蛇吓得落荒而逃。旁边的观众还以为这是特别的魔术表演，立刻爆发出欢呼声。少爷觉得太好了，自己的表演终于受欢迎了。而辣妹团队却觉得少爷是个难缠的对手，团长搞不清楚发生了啥，但气氛这么好，他也就顺着来了。这时候扎因在考虑怎么才能防备达蕾丝的下一次袭击。卡夫说他会想办法保护好马戏团，不会让扎因用他不喜欢的力量，等一切结束再回应扎因的告白。爱丽丝听得目瞪口呆，扎因害羞的捂住脸，小声点马尾。卡夫正在找达蕾丝的时候，扎因突然发现自己身后不知怎么出现了小时候的卡夫。他坚称自己看到了小卡夫，爱丽丝却告诉他其实什么都没有，但扎因被这幻象迷住了脑筋。那边卡夫他们还在对抗辣妹团，扎因觉得自己的力量派不上用场，他救不了卡夫，也逗不笑他。达蕾丝也惊讶扎因这么容易就受骗，原来扎因一牵扯到卡夫就会变得软弱了。卡夫本想告诉扎因不用魔法，却被达蕾丝暗算，甩一下绳索。扎因明白自己不能再陷在过去，所以当卡夫就要坠落时，他冻住了时间，救下了卡夫，同时还把之前闹事的辣妹团给束缚了。时间冻结保持不了太久，想追达蕾丝已经没时间了。卡夫能动是因为是他唤醒的，所以可以随意行动。在时间解冻之前，卡夫一把抓住扎因领子亲了下去，虽然有点尖锐，但这都是卡夫的回忆，开心极了，还缠着卡夫又再来一个，结果吃了一巴掌。时间冻结结束了，大家还当时的魔术表演。晚上大伙在收拾马戏团，扎因和卡夫终于抓到了辣妹团。达蕾丝找到了少爷和爱丽丝，说想跟他们好好聊聊。少爷觉得达蕾丝说太下流，达蕾丝据说逼扎因用魔法是为了爱丽丝好，因为他想让爱丽丝妈妈醒过来。爱丽丝说他妈因为事故去世了，达蕾丝就说他没死，毕竟爱丽丝没看到妈妈的遗体。全部都是道听途说，如果是真的，爱丽丝自然是高兴的。谁知道这时候卡夫已经找到达蕾丝，冲上前猛地揍了他一拳，然后说这样才算扯平，但这一拳意外揭开了达蕾丝的面纱。达蕾丝一被发现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团长在远处看到这一切，猜到他们俩肯定是魔女。晚上庆功宴上，团长宣布这次活动大获成功，还直截了当地揭露了他俩的秘密。两人本以为会有麻烦，结果团长反而淡定地夸他们挺帅的。扎因突然觉得他们隐瞒身份有点傻，他们的团长不会把他们赶走吗？以后会不会引来更多像今天这样的麻烦呢？没想到雨果却说就算麻烦也没事，毕竟加入团队前他们也是一堆麻烦。团长说毕竟他们都是一家人嘛。塔夫突然笑得特别高兴，他是不是也终于有家人了呢？这时候团长来了个出乎意料的爆料，说他老婆也是个魔女，更准确的说是个章鱼。少爷吓了一跳，难道你说的是艾米莉亚吗？团长一愣，你怎么会知道我老婆的名字？听说艾米莉亚最近过得还不错。团长这才放心了。不是吗？大哥，你们都10年没见了，怎么不见一见呢？还有团长，你怎么10年了看起来一点没老呢？这时候卡夫和扎因也说他们俩在一起了，大家开心的为他们举杯庆祝。离开前，团长对少爷说，把那诅咒当成上帝给的考验就好，等诅咒解除，他想和少爷握的手。卡夫也跑到小芳那儿，一把抱住他，感谢爱丽丝来看他。
遇到他们真的太好了。后来两人和卡夫他们告别，卡夫提醒扎伊，以后可不能让他独自一人了。管家罗伯因为少爷他们4天不在，感叹自己真是留守老人了。少爷担心他的房间被打扫了。爱丽丝说他走前已经整理好了，连床底下的东西都处理掉了。少爷疑惑，他床底下应该没什么东西吧？但看爱丽丝的表情，少爷开始对自己没那么自信了。罗伯看他们回来了，高兴得不得了。而在另一边，二少每天都去跟妈妈汇报，说自己学习的进展。他心里想的这么下去，到了春天，如果少爷的诅咒解不开，家业就得他来接手了。但他觉得这还不够，他得让妈妈看看自己比哥哥强多了，绝不能就这么坐着等，得开始行动起来。之前那穿女装勾引的计划没成，二少超不爽，在犹豫要不要来个第二波。这时候看到妹妹从旁边经过，他对一直吃甜点的妹妹说他又胖了。妹妹根本不当回事，说自己长身体很正常。二少却担心他太胖对健康不好，就跟他说罗伯可能更喜欢苗条点的女生吧。妹妹一听这话，马上决定减肥。二少给她定了个健身计划，结果还没开始实施，妹妹又想吃东西。她说胖点也无所谓，反正胸围也大了。二少就挑衅她，现在多摸几次，等瘦下来就没得摸了。妹妹气得开始狂踢她的腿。三少看着觉得正好，能顺便让妹妹减肥，还表扬二少做得好，叫他更用力。房间里传出奇怪的声音，连路过的妈妈都不敢多想。后来二少又拉着妹妹去跑步，妹妹本来想偷懒，觉得罗伯肯定能理解，但二少告诉她，随波逐流虽然轻松，但他相信妹妹肯定比别人都强。这番话让妹妹想起小时候的二少，以前妈妈总催她要像哥哥一样弹好琴，那时候二少总是陪着她。虽然方法有点狠，但二少到底还是个帅哥。妹妹说她会为了罗伯加油努力，让二少先别盯着他。二少答应了，心里决定要比哥哥还厉害，打算去镇上断断。同时，少爷的别墅正在大扫除，罗伯找到了少爷小时候的画，打算送给爱丽丝。看到爱丽丝那期待的眼神，少爷真的没办法拒绝，就拿出了双子凤马戏团给罗伯的礼物。虽然都是些小东西，不算昂贵，但罗伯并不介意，反而很珍惜。特别是少爷和爱丽丝也送了礼物，看着他们热闹，罗伯有点感慨，觉得自己并不像想的那么孤单，他觉得自己还挺幸福的。爱丽丝看到少爷小时候的画，里面还有他，晚上兴奋的睡不着。另外，卡夫和扎因第一次约会，还得带上雨果这个电灯泡。扎因有点不乐意，不过看卡夫笑得这么开心也就算了，他还在想达蕾丝到底要他干什么。虽说是为了爱丽丝妈妈复苏，但也不能排除有其他阴谋，不知道达蕾丝下一步打算啥。这时候卡夫拉起了扎因的手，叫他别想那么多，享受下。扎因本来想抱抱卡夫，结果给雨果挤飞了。然后他们3个就像一家人一样去动物园了。扎因老盯着卡夫，结果被雨果叫做色魔。扎因委屈极了，明明自己才是卡夫的男朋友。雨果说这不是他鼓励的吗？他说自己那些小偷朋友因为他洗手不干就开始唧唧歪歪，他一气之下就跟那帮人断了，现在也没啥朋友了。当然扎因好好照顾卡夫，但他自己也想跟卡夫他们成为朋友。他们看的那只小狮子居然是只小浣熊，其实就是给浣熊起名小狮子。扎因他们正甜蜜约会呢。二少已经到小镇上了，他走进了个怪异的小巷子。达蕾丝想起自己脸暴露的事，觉得那伤疤魔法都治不好，特别难看，感觉特别孤单，这孤独感都是姐姐给的。同时外面忽然下起了暴风雪，卡夫和扎因被困山洞里了，打算等雪停再走。扎因看卡夫衣服湿透了，想把外套给卡夫，就忘了卡夫是火焰魔女，但一点火根本不怕了。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好久没单独相处了，感觉确定关系后第一次独处挺暖心。卡夫觉得这很浪漫，扎因已经开始幻想了，不过也就是幻想而已。卡夫变出了一堆火焰小动物，问扎因是不是还想得达蕾丝，说如果有什么事一定会保护扎因，又问扎因后不后悔用时间魔法。扎因摇头说用了魔法他才能保护卡夫，从那时起他对魔法的迷恋就没了。当然如果这份魔法能帮到少爷也好，可是当初时光倒流也没能救下疯魔，如果少爷不是天生诅咒，或许还有机会，但要尝试就得对上达蕾丝姐姐，他们未必打得过那最坏的魔女。卡夫说没关系，以后他会变得更强，届时愿意帮助两人和团长。如果大雪一直下，扎因会再用魔法。第二天天气晴了，卡夫离开前亲了扎因一下。少爷一睁眼就发现和爱丽丝被吸进梦里的书了，一睁眼就和爱丽丝一起被吸到梦里的书里去了，变成了一只老大的灰狼。上次好像玩的是爱丽丝梦游仙境，这回好像变成卡夫帽的故事了。本来还想找卡夫帽要个签名呢，卡夫帽说只要帮他搞定森林里的恶狼，他就能帮我们实现任何愿望，还包括解除我身上的诅咒呢。现在的装成恶狼的兄弟就是为了让他放松警惕。走的路上爱丽丝老爱摸我尾巴，因为在梦里摸得这么尾巴，他还跟我说我也可以摸摸看。我们俩到了森林里的小木屋，
居然发现那狼真的睡在床上。爱丽丝在旁边学卡夫猫的台词，野狼也没当回事儿。爱丽丝问的是狼，眼神却一直盯着我。那大灰狼忍不了了，一跳起来就想吃了我们，结果被爱丽丝的身材给迷住了。突然想起了她小时候的妈妈，原来这家伙小时候也是被妈妈踢出去的。爱丽丝把这事告诉了卡夫猫，卡夫猫一听就决定收养这个变回小狼的家伙。我问他能不能实现我的愿望了，卡夫猫说你没干掉狼啊，下秒我就醒了。看到爱丽丝还在睡，我就露出了笑容。另一头，二少一晚上都没睡。小时候妈妈总爱看哥哥，她总觉得哥哥比自己招人喜欢，要不然妈妈和妹妹怎么那么宠爱少爷？她觉得他们都希望少爷继承家业，妈妈总是望向窗外，在等少爷解除诅咒回来。二少听说是夜魔魔法镜子能进魔法集会，他想比哥哥还要早找到解诅咒的方法，向所有人证明他是最厉害的，真是个傲娇退环境了。想帮哥哥解诅咒直说嘛，嘴上说要比哥哥强，结果被妈妈撞见了。妈妈叹口气离开了房间，谁知道二少居然真的混进了魔女集会。爱丽丝说他们今天也要去参加那个魔女集会，还特意准备了伪装呢。少爷觉得爱丽丝打扮的样子特别萌，可惜卡夫和扎因今天都不在。爱丽丝说她是去扎马蕾丝之前说的那些事，上次谈话没谈完就被打断了。这次她想直接找达蕾丝好好谈谈。爱丽丝手里拿着的是卡夫一直带着的那块石头，所以她成功的激活了魔镜。临门前她还给了少爷一个魔法小道具，显然少爷也是准备跟着一起去。而这时候二少已经混入了魔女集会里面，辣妹组合在那儿说达蕾丝一直不出现，听说他们的头躲在了教会里，他打算直接溜进教会里找人。走着走着，竟听到他们在提哥哥的事。二少完全能理解他们的感受，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，他就自告奋勇地宣布他们是伙伴了。这时候少爷和爱丽丝突然出现了，爱丽丝伪装得太好，大家都没认出他，但少爷却成了众矢之的，被围住了。少爷一跑，别人都跟着走了。他还认出来了自己的弟弟，让爱丽丝好好照顾他。但二少更担心的是爱丽丝，他问爱丽丝真心愿意在那种森林里待着吗？爱丽丝说只要和少爷在一起他就很开心。他觉得二少可能还不太了解少爷，毕竟他们是亲兄弟，性格上肯定有相似之处。二少觉得爱丽丝骂人的水平真是高，他最受不了别人说他是少爷的弟弟，这简直就是他的禁忌。正当二少准备进教会的时候，一只小妖怪突然抢了爱丽丝的项链。二少本来想阻止，结果却被妖怪戳到痛处，措手不及之下，那小妖怪就跑进了森林里的木屋。二少把自己的斗篷给爱丽丝，说着斗篷可以遮掩人的味道。尽管他讨厌哥哥，从小被教导要尊敬女性，这次也是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保护爱丽丝。爱丽丝觉得真的很像少爷，性格也是那么的温和。二少气得直接吐血了，他那很快进了房间，明明是气得不行，这家伙还专门来激怒他。二少发誓非得好好教训这个家伙不可。看到这个阴森的房子，二少的记忆突然被唤醒。少爷以前玩捉迷藏总是被轻易找到，他却能躲在小角落里一动不动，经常是几小时都没人注意到，结果就这么被忘在那里了。二少把这个责任推给了少爷，但他自认捉迷藏是自己的强项，他找到了那个妖怪确实，但他跑得飞快，他一路上喊着二少刺刺。二少气的血压飙升，但他很快冷静下来了，也没再追那个小妖怪了，反而是叫出对方，告诉他原来他们是双胞胎兄弟，长项链的是哥哥，穿旧衣服的是弟弟，弟弟从来没有取笑过刺刺，哥哥一出现就训了弟弟一顿。二少跟这个弟弟说，即使是弟弟也没必要这样，哥哥如果不满也可以反抗，这才是真正的兄弟情谊。都听到这些话，弟弟马上把项链还给了爱丽丝。爱丽丝看了二少一眼，感觉这孩子比想象中还要温柔，真的和哥哥有几分相似。二少的压力马上就上来了。同时在教堂里的达蕾丝始终走不出姐姐的心理阴影。二少来到了教堂门口，让小环在外面等着，自己爬墙进去给他开门。这家伙就像壁虎一样。达蕾丝也想不通，他的姐姐怎么能随意伤害别人，把所有事都强加在达蕾丝身上，然后离开。达蕾丝说他最讨厌姐姐了，她太傲慢自私，根本不懂得体谅别人。达蕾丝把镜子摔碎了，没想到二少突然出现，听见了他，他立刻表示很理解达蕾丝的感受。他说自己不是故意要听达蕾丝的倾诉。达蕾丝认出了二少是少爷的弟弟。二少说他哥哥的命运也是被别人决定的，说哥哥也不理解他。他说自己不是故意偷听，但不能忍心看着一个淑女在自己面前哭泣。达蕾丝的脸突然红了，原来作者是个配对档案，一人一对纯爱配对。达蕾丝说自己的脸已经毁了。二少原来作者是个配对档案，一人一对纯爱配对。达蕾丝说自己的脸已经毁了。二少这么帅，完全搞不懂他在想啥。二少说大家都是一样的，不管看起来怎样，都不过是替代品而已。二少的伤疤不是看得见的，都握住达蕾丝的手，告诉他自己很美，要有自信。
达蕾丝脸红的不行，达磊们把少爷和爱丽丝都给抓起来了。大家发现达蕾丝没戴面纱，他不喜欢别人看到自己的脸。大家急忙散了。达蕾丝问二少：“你是怎么面对自己的伤疤的？”二少说：“他选择接受，做替代品这事改不了，但他要用力量证明自己比哥哥强，只能往前看才能前进。确实有点遗憾，不过这傲娇帅哥也挺不错的。”达蕾丝听他的话，决定继续向前走，最后勇敢地露出了真面目，说以后不会再藏着掖着。少爷还没反应过来，但还是跟着鼓掌。二少在后面也鼓励着。小子一出场就吸引了最强魔女，你们家的撩人技巧是哪来的？扎英接着想一辈子吃卡夫做的饭为理由，悄咪咪的示意要求婚，却被卡夫直接回绝了，真是太麻烦了。朕其实他听明白了，只不过是在逗扎英。这天妹妹也去看卡夫了，得知他们马戏团有狮子，卡夫跟狮子相处的挺好，妹妹却觉得自己像被狮子盯上的食物。卡夫见妹妹来了，就陪她去逛街。妹妹自尊心强，不会说出来，想要找朋友一起玩。她带卡夫去了服装店，才知道平时是扎英帮卡夫换衣服。妹妹不禁感叹，扎英真是够辛苦的，她为卡夫挑了条漂亮的裙子。卡夫觉得妹妹眼光真好，说不定将来能当服装设计师。妹妹却说自己是贵族，命运早就被定好了。觉得追梦有点晚了，卡夫鼓励他去尝试也无妨吧。听得妹妹有点动心了，还让妹妹看卡夫砸人医院，感觉台上的卡夫完全变了个样，熠熠生辉。与此同时，魔之的少爷也很感慨，没想到会在这遇见弟弟。达蕾丝也知道他们的目的，就打开了通向爱丽丝母亲棺材的门。胆小的少爷比不上，弟弟已经走进去了。达蕾丝偏爱二少，少爷觉得弟弟真不错，应该把继承权让给他。二少气得不行，谁稀罕你让啊？这回达蕾丝帮二少说话。达蕾丝都不懂自己为啥这么做，只是想到二少之前的话，一看到二少就脸红糟糕。达蕾丝对小正太动心了，既然二少这么说，就得负起责任，这就是你的意思吧？都给我抓起来带走！棺材被打开，里面真是爱丽丝的母亲，之前的车祸说法全是萝卜边的谎话。爱丽丝妈妈身上还有温度，可怎么也叫不醒她。达蕾丝说，爱丽丝妈妈和少爷一样，都中了咒，下这咒的人可能已经挂了。达蕾丝也摸不着头脑，爱丽丝本想把妈妈带走。巴蕾斯说留他这儿最安全，爱丽丝才罢休。他每次让他们问他任何问题，少爷问啥达蕾丝都不理。二少一说话，达蕾丝就让他们看了记忆，就是那天家里发生咒的情形。为了顾及小孩子的感受，还特地调换了兄弟俩的辈分。不过二少觉得记忆是假的，觉得没这回事。记忆里少爷看到爱丽丝妈妈还是鲜活的样子，但树林里站着的是达蕾丝姐妹俩，但是达蕾丝的脸已经毁了。少爷不懂这个魔女为啥咒他们，明明是达蕾丝自己创造的记忆，但他还是会害怕姐姐。二少看出来了，让他别急。达蕾丝点头，让少爷他们别再来集会，但说会自己去找二少。二少没拒绝，少爷他们一睁眼回到家了。爱丽丝看到妈妈很高兴，少爷也挺开心，因为只要找到解咒的办法，说不定能救月魔。少爷觉得达蕾丝不坏，想着能不能做朋友。自从遇到扎英他们后，少爷觉得做不做朋友不只是人魔的事。马戏团的人都接受了他，少爷也想跟其他人做朋友。爱丽丝也有感触，能留在这么温柔的少爷身边真好。少爷更担心弟弟安不安全回家。二少在家里狂写计划，爱丽丝掏出了扎英他们寄过来的魔法道具，听说和神灯差不多的玩意，里头蹦出个穿着奇装异服的爱丽丝。她说她没实体，只是见了爱丽丝的模样。爱丽丝觉得少爷会喜欢这套衣服。少爷脸红的不行，为了别让他们俩秀下去，神灯跳出来说能实现3个愿望。少爷盯着那个长得像爱丽丝的神灯，感觉这种不正式的爱丽丝也不错，听说能实现3愿望，少爷就急问能不能破咒。神灯说没问题，还用第2个愿望变出朵花。少爷摸了摸，发现自己真的没事。他追问怎么咒，神灯说咒太厉害了，咒其实是转移了，转到别的地方别人身上去了。少爷顿时犹豫起来，到了最后一个愿望，他选择还原，他不愿意别人受苦，他才幸福，但他早就做好心理准备，一点也不后悔。看到爱丽丝穿异域服装也开心。这时候家里的管家老头往那干枯的灌木发出个问号，他又摸了摸灌木，结果啥事也没有。爱丽丝洗澡的时候回想卡夫他们聚会的情形，知道卡夫和扎英都 kiss 过了。爱丽丝内心其实挺羡慕的，于是故意擦了口红，这样少爷就能随时吻她了。少爷虽然心痒痒的，但没机会，还是亲自送爱丽丝出门。虽然知道明天还会见，但分别还是挺伤感的。爱丽丝叫他晚上想他，当然是写诗那档子事。这时爱丽丝想到少爷拒绝转咒给别人，她突然跑回去，在窗上写下 kiss me。虽然隔着窗户感受不到吻的温度，但我管他呢，这么亲了就对了。妹妹藏到爱丽丝房间开派对，卡夫在一旁拼命背英文字母，然后妹妹就被飞来的杯子给砸了。二少原本在房间静静看书，
看到外头下雨就想关窗帘，透过窗户瞧见树下的达蕾斯，就撑伞出去找达蕾斯。达蕾斯说他只是路过，还有点不好意思，问二少是不是打搅到他了，但二少很热情地欢迎他，还请他进屋喝杯茶，毕竟大雨中不能让淑女淋湿。达蕾斯再次走进这熟悉的宅邸，感觉这里安静了不少，以前这是人来人往的地方，他的到来也没引起多大注意。二少说爸爸常年住医院，现在家里就他妈妈一个人打理。达蕾斯叹了口气，贝拉又回到了最初的样子。二少有点意外，达蕾斯竟然认识他妈。达蕾斯说他只是单方面知道贝拉18岁毕业后嫁到这，他从小受家教严格，直到碰上爱丽丝妈妈沙朗才开始变得开朗多话，对孩子是严厉了点，但也是希望他们能出类拔萃。自从沙朗出事后，贝拉又变回原来那样，二少真心感激他分享这些。正想的茶凉了，得再泡一壶，但等他回来，达蕾斯已经走了，只留下张纸条说下次再聊。二少觉得他字写的真好看。爱丽丝也从管家那儿打听到达蕾斯姐妹的事，管家知道自己还有毒液的称号，一时不好意思了。爱丽丝知道管家瞒着真相，是不想让他难过，毕竟带着恨意活着不太好。爱丽丝说她已经知道真相了，想问管家达蕾斯姐妹的事。管家说那对姐妹来的时候，少爷住的这别院还是新房子，老爷那时候很信教，所以修女来访也没啥奇怪的。老爷是指少爷的爷爷，也是管家的老板，他和沙朗关系挺好的。爱丽丝好奇妈妈和老爷怎么回事，管家说他俩其实没啥特别的，但是关系确实不错，像师生又像父女一样。管家以前挺佩服他俩的，所以看到少爷和爱丽丝在一起，就忍不住感慨万千，觉得这都是命中注定。管家说老爷过世后，那对修女就消失了，最后看到他们是带着沙朗离开的时候，少爷也被下了奇怪的诅咒。那时候家里乱哄哄的，还能顾得上他们，这就是管家记得全部了。管家没进房间，而是在外面撑伞看雨，这让他想起第一次见老爷的情景，老爷给了受伤的他一把伞。扎英这边看到了达蕾斯主动摘掉面具，他说他宁愿合作也不想打架，并且他已经和少爷谈过了。扎英知道达蕾斯虽然狡猾，但不大撒谎，也不是坏，所以他选择信任达蕾斯。达蕾斯让他去了解自己的姐姐沙旦，还指了指扎英那本破了的笔记本。走之前还让扎英转告卡夫，他不会为那一拳计较。扎英得到允许才把笔记本修好。卡夫在少爷家帮忙布置，原来是爱丽丝宅邸就职2周年纪念日到了，少爷让爱丽丝12点来。卡夫想给他们腾出空间，但少爷特地邀请了卡夫，他说爱丽丝也会想见到好朋友的。爱丽丝看到少爷亲手做的蛋糕，超开心，两人约定以后要一直在一起。卡夫觉得很欣慰，还送了他和妹妹挑的衣服，让爱丽丝直接换上。吓得少爷赶紧摇头说他还在这呢。爱丽丝一吹蛋糕，灯光就灭了，周围黑漆漆的，少爷得赶紧找地方藏起来，他怕他俩瞎撞得他出岔子。谁知爱丽丝就在一片漆黑中换衣服了，这才是卡夫点蜡烛的好时机。为了庆祝爱丽丝的日子，他们3个还跳了个舞。少爷把爱丽丝送到小屋后，才发现屋顶被大雨打坏了，少爷就邀请爱丽丝搬进宅邸。爱丽丝说她会尽量不吵到少爷睡觉的。这时候辣妹突然出现了，她说是来找马蕾斯的，但想到少爷的弟弟，想帮马蕾斯摆脱心里的阴影，恰好看到他们屋顶坏了，就决定留下来修屋顶，让他俩今晚先住宅邸。少爷心想这人还挺不错的，他怕晚上睡觉不小心碰到爱丽丝，就坚持自己睡地板，结果地板硬得很，睡不着觉。半夜就悄悄起来看爱丽丝睡的样子，发现爱丽丝中间还放着他送的玫瑰。少爷这才发现自己真的挺喜欢爱丽丝的，睡不着，索性起来给辣妹送茶水。结果他们就开始聊起达蕾斯。辣妹说自从沙代去世后，达蕾斯就一直带领魔女们，他们也希望达蕾斯能活得更自在些，但没想到达蕾斯看起来对少爷的弟弟二少有点意思，这让他们心情挺复杂的。但少爷就好奇魔女是不是很讨厌人类。辣妹点点头，因为人类以前猎杀过魔女，但是历史总是在变的，既然达蕾斯愿意和人类和解，他们也愿意支持达蕾斯。第二天，辣妹帮爱丽丝彻底修好了木屋，说下次聚会希望爱丽丝能叫上姐达蕾斯还有辣妹和他女朋友一起来，结果一高兴又把屋子给搞坏了，最后只好老老实实修。另一边，扎伊和雨果在街上吃饭，雨果碰到了老朋友，结果那人还嘲笑他去当马戏团的了。雨果一看不爽，就想过去揍他们一顿，这帮人居然还想偷东西。雨果一靠近，就看到那几个家伙被水给淋得透心凉，两个怪人突然冒出来，转眼间他们就消失了。雨果决定得把这事儿告诉扎伊。赵一聊的时候说他挺中意女孩子的身材，周也听了觉得这样的讨论不太礼貌，但如果真有的选，世界末日来的时候，他希望自己不再受诅咒，想要最后能靠在爱丽丝的膝盖上离开。管家说他喜欢看女性的笑容，他们俩觉得管家简直太绅士了。那天少爷正看着画，爱丽丝突然从3楼出现了，
原来是上次辣妹走之前送了爱丽丝一把魔法扫帚，于是爱丽丝就带着少爷在宅邸里飞来飞去。当然了，少爷还是不敢离他太近，管家的反应总是慢半拍，等他俩飞走后，他才反应过来这不对劲。这时候，少爷突然想到了个问题：达蕾丝的姐姐沙黛虽然是个天才魔女，现在却已经去世了。连达蕾丝都不清楚为啥，如果沙黛还活着的话，可能还能破了这雷咒。少爷还想问问沙黛，为啥要给他和沙朗下这么个诅咒？就在这时候，卡夫和扎因突然搬来住少爷家了。原来是团长让他们这样做的。昨天雨果发现有怪人在找扎因，担心是来找他们麻烦的，所以建议扎因他们先躲一躲。结果俩人就直接躲一家了。卡夫说，既然来了就不能闲着，拉着爱丽丝一起给她换上女仆装。少爷则跟扎因去商量达蕾丝的事。卡夫换上新裙子，兴奋得不得了，结果一激动把厨房都给炸了。追来的人一看这情况，直接断定这房子里肯定住着魔女。这时候，少爷和扎因还在翻那本修复的日记，里面记着达蕾丝姐妹去看祖父的事。谁知道那两个人这时候又追过来了，一个小屁孩突然冒出来站在他们俩前头。扎因说，这孩子身上的魔力不简单，他肯定不是魔女那种，很可能就是天生带着魔力的普通人，这样的人称他们为魔术师，但连碰一下少爷都没问题。另一边，汉服他们遇上了个帅气的老奶奶挡路，那个小孩叫做尼可，他过来是想跟扎因谈点事。少爷也挺好奇他有啥想法。尼可觉得少爷身上的诅咒他看得出来，不过他自己身上的诅咒似乎更了，所以少爷的诅咒对他不起作用。原来尼可也是被沙黛给下了诅咒，他还声称是自己干掉了沙黛。这个小子实际上比扎因年纪还大。以前他们魔术师一直在一个小村子里混，但是有一天沙黛出现在老尼可面前。汉恩市的通瓦恩森得到送往了医院，他朝沙黛就把尼可变成了个小孩子。仔细了解了才知道，沙黛是个特别危险的魔女，所以尼可就带着他的小伙伴去堵他了。结果人家沙黛反手就是个计，把他们给反包围了。最后尼可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得用几十个伙伴的命才干掉了沙黛。结果尼可活了下来，全因为沙黛的诅咒。他希望跟扎因合作，是想让扎因倒流时间，回到沙黛下诅咒的那一刻。他想带着伙伴们直接把沙黛弄死。出于某种原因，少爷心里对这主意有点排斥。这时候尼可说，扎因要打败沙黛可没那么容易，而且他的魔法里有很多多余的东西，不如去他们魔术学院学点真功夫，还说学校里美女多得很，也拉着少爷一起去，说是教他怎么用魔法道具。跟尼可一起来的那个帅奶奶也觉得卡夫挺有意思，打算请他去魔术学院学习。原来那个帅奶奶叫做阿姨，还是尼可的对象。尼可说暂时聊到这儿就行。接着他吹了个口哨，马上就出现了一个跟尼可发型差不多但颜值差好几截的小伙子。那人一转身就变成了一匹天马，拉着尼可和阿姨就走了。谁知道少爷突然扑上去，结果一起被马车带走。少爷问尼可，真有必要干掉沙黛吗？如果时间能倒流回去，为啥他们不先了解下沙黛下咒的理由呢？尼可说，那女的太危险了，这样做是最合适的。他甚至考虑过让少爷亲自去摸摸沙黛，试试看他身上的诅咒会不会反噬。少爷摇头说，他不喜欢这种计划，他也不愿意杀人。确实是因为诅咒他才倒霉，连管家都得无时无刻照顾他，爱丽丝也不能碰他。但是他不想夺命，即便是那个邪恶的魔女，他也不想动手杀人，他更愿意去理解对方。如果可能的话，他甚至想交个朋友。没想到尼可突然扔了个背包给少爷，里面是魔法学院的校服，然后就把少爷从马车上放了下来。尼可并没拒绝他的建议，阿姨催他快点变回原来的模样，不然感觉跟个小孩谈恋爱太奇怪了。最终大家讨论一番，决定还是去魔法学院看看。卡夫提不起劲来，他脑子里全是想要变强，只有这样才能保护所有人。少爷说他想去魔法学院，但他不同意尼可的做法，所以他打算跟尼可好好谈谈。爱丽丝说他会陪少爷一起去，不过管家只能留下守家了。爱丽丝开心地说能跟少爷一起上课，她觉得很幸福。两个人翻看沙朗留下的日记，日记里竟然提到了沙黛，看起来沙朗和沙黛聊得挺愉快的。这么看来他们关系应该不错，为什么沙黛会下诅咒呢？但根据达蕾丝之前的态度，可能还隐藏着什么事。少爷记起沙朗曾说沙黛能看穿他的过去，还记得尼可说过沙黛似乎什么都知道。少爷觉得沙黛可能能看透人心，她可是个天才魔女吗？或许沙黛真的有那本事。少爷打算去问问达蕾丝确认一下，如果她能用魔力读心的话，那沙黛当之无愧是最强魔女了。达蕾丝也在暗地里盯着二少，她的二少是心动加心跳，辣妹就劝她别磨叽，直接去找二少。达蕾丝就是对自己的颜值没信心。妹妹路过正好看到这一幕，也发现达蕾丝在偷瞄二少。听说达蕾丝不敢出面，妹妹二话不说拉她进了房间，把她的头纱给取了下来，说自己会帮忙给她弄头发。
大蕾丝本能的躲开镜子里的自己，妹妹却紧紧抱住他，给他鼓劲，还说用粉底能遮住这些，希望大蕾丝能自信点去见二少。妹妹虽然不懂哥哥哪好，但在妹妹的帮忙下，大蕾丝真的把脸上的伤疤治好了，但有点不好意思的去找二少啊。二少一眼就认出来了达蕾丝，还说出了想了好久的吐槽哥哥的话，问达蕾丝要不要听。达蕾丝害羞的跟他告别了。二少这还是头一回看到他笑，突然觉得有点害羞。下午，妹妹来到少爷家，少爷正在犹豫是不是该叫妹妹一起去魔法学院，心里还担心她会遇险，得先得到妈妈的同意。不过妹妹早就察觉少爷心神不宁，还迅速找到了校服，她觉得这套校服挺可爱的。少爷找借口说是自己想穿的，这可是裙子了，大兄弟。妹妹一脸我全懂的样子，没事的爱好嘛，人人都有。卡夫刚好过来，结果不小心说漏了魔法学院的事。妹妹一听，立马说自己也要去，能离家出去一阵子，她简直乐开了花。这时卡夫在想，是不是该老实交代一下自己是魔女。几天后，大家一起出发了。少爷家族直接把整个车厢都弄到手了。诅咒的事儿挺危险的嘛，除了妹妹以外，二少也跟着来了呢。二少说啥也要比少爷先一步找出诅咒的原因，这是咱们老妈的命令。妹妹倒是随意，觉得就当旅游了，反正还有一大笔旅费呢。没想到达蕾丝也悄悄跟来了，还特意藏着气息呢。他是担心二少妹妹在车上知道了卡夫他们是魔女，一点也不觉得奇怪。爱丽丝觉得能跟少爷一起远行就挺好。大伙赶路赶得飞快，终于到魔法学院的门口了。妮可他们专门出来接人，妮可是学院的大校长，阿姨是副校长哦。扎伊吐槽妮可就跟个小孩似的。大家换上了学院的校服，少爷他们都说爱丽丝他们穿上校服可爱极了。这时候妮可把其他新生也叫来一下，有个治疗系的黑皮妹子名叫莎拉，还有个能切啥都行的米莉，操控雷电的是费法伊弗利。目前只有这些伙伴了，毕竟有魔力的不太好找。少爷他们的班主任头发和妮可一个风格的小胡，看样子小胡也是魔女家族的。他说他不在乎种族这事儿，这家伙还挺招人喜欢的。妮可说上课大概得1周左右，看他们能不能快速学会，当然想多待会也行，目的是为了提高魔力能和沙袋对阵的实力。扎因作为计划重要的一部分得加油。扎因表示没问题，但他对妮可的计划还是半信半疑。这时候沙袋他们也到学校门口了，学校的结界挺强的。达蕾丝还在担心二少是不是来见别人，而卡夫他们正在泡澡享受，几个妹子玩得不亦乐乎。张一想偷看别人洗澡，结果被阿英撵出来了。男澡堂那一头就剩下少爷和他弟弟。二少让少爷把之前发生的事儿都说出来，既然都到这了，少爷也就没再藏着掖着。少爷跟他们说了他的计划，还说他其实不想干掉沙袋。二少听后也没啥反对的，他最近和妈相处的还不错，对少爷的态度也难得的温柔了一回。可话音未落，他又变脸了，然后一下子就起身走了。这一幕被躲在远处的达蕾丝看见了，他看得脸红耳赤的，但又舍不得移开眼。这时候扎因和阿姨就聊开了。阿姨说卡夫想变强，但又不打算离开扎因。爱丽丝和少爷一直在那儿腻歪，睡觉前还互飞个吻，狗粮撒的我这快撑死了。阿姨开始指导卡夫训练，准备提升卡夫火焰的温度，但没让他练魔法，而是直接上手实战演练，还捏出个小水人来。卡夫原本就是马戏团出身，身手比别人厉害多了，让他怎么练他都照做。就是卡夫想不通这些打斗怎么能提升魔力呢？他肯听阿姨的，但就是搞不懂为啥要这么干。阿姨其实知道卡夫在想啥，在他看来，卡夫看似不动脑，实际上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守护伙伴。但战斗中最忌讳就是这点，他不能一直惦记着去保护谁，得全神贯注才行，这样火焰的威力才能到极致。不过卡夫要意识到这点，恐怕还得花不少时日。但阿姨很看好他。这边小胡还在美少爷他们上课，大家都有点心不在焉。少爷正忙着和爱丽丝贴贴，突然被问了个问题，还好爱丽丝帮他圆场。下一节是阿姨的课，扎因都没想到这么多年了，他又得重新学习魔法。二少跑来问扎因能不能用时间魔法把脸上的疤弄没。扎因说没试过，但感觉有戏。二少听了乐开了花。达蕾丝这时候也撬开了防护，阿姨的课可不一般，直接上实战，还真给大家一堆魔法道具，连怎么用都不教，说学不会了就别浪费时间了。一言未落，阿姨就开始对大家发动攻击。看着妹妹快被水流打中，二少一闪身挺身而出，撕了一下，懵的不知道道具怎么用，感觉像是西洋剑的剑柄。谁知道一试真的成了，阿姨点头确认确实就是剑柄，必须刺出去，魔力才会激活变成武器。二少得意洋洋，心想还好平时训练的勤。他看少爷的眼神里满是不屑，但转眼间就被水流打飞了。这时妮可也在暗中观察，转头就看到一个沙袋模样的人。沙袋正找辣妹到处转悠，走进了图书馆。妮可跟了过去，问是不是沙袋复活了。
达蕾丝一脸惊讶，这孩子怎么会知道他姐姐？不过感觉对方是魔术师的样子，他就谎称自己是沙袋。妮可当场就不乐意了，托沙袋给他下了诅咒，让他和爱人不能一起老去。复仇的业火熊熊燃烧。达蕾丝搞不懂姐姐到底想干什么，但她信心满满，很快就让妮可吃了个哑巴亏。关键时刻，阿姨赶到了，妮可怕下带害学生，催阿姨快带学生撤。达蕾丝一听到学生二字就想到二少，赶紧说自己不是沙袋，误会一解。辣妹内心五味杂陈，感叹这学校竟是干掉沙袋的人建的。达蕾丝随二少来到这学校，姐姐去世那天他却一无所知。达蕾丝心里五味杂陈的，他也换上了崭新的校服，作为新生融入了教室。但达蕾丝觉得这裙子短的不行。100岁大妖怪了，穿这么短合适吗？尤其是和二少还是同桌，这会二少的脸都红了，偷偷瞄达蕾丝，显得小心翼翼的。知道姐姐的事，达蕾丝不太想多说，妮可说不想告诉老师，就找朋友说说。达蕾丝心想，这些少爷们还没到朋友的份上，但他又不希望和二少就这么做朋友而已。二少看达蕾丝不希望穿短裙，就把自己的外套搭给她了。这纯爱戏码看的人真是心痒痒。课后，扎英找到少爷和达蕾丝，说想试试今晚就穿越回去，只有他们4个人，老师应该不会介意的。达蕾丝作为向导，当然得跟着去。走之前，少爷问达蕾丝，沙袋是不是有读心的本事？达蕾丝没否认，他说自己现在不能说，还被姐姐的诅咒困着呢，这次帮忙也是为了自救。少爷和爱丽丝穿越了时空，但达蕾丝和扎英不见了，怕是去了其他地方。这时，扎英角落里发现了达蕾丝，打了个招呼，谁知一抬头正好碰见了沙袋。沙袋一眼就看出扎英是穿越来的。看来沙袋真的有读心的本事，达蕾丝不知道这两人相见会有什么火花。扎英看到沙袋，兴奋地叫了起来：“你就说这身材妙不妙吧？”少爷和爱丽丝在找地方躲起来，沙袋突然问扎英有没有爱人，说自己终于找到了中意的人了。结果人家快挂了，感觉所有人都在阻碍他，就直接对扎英动手了。还好达蕾丝及时出现救了扎英，达蕾丝让他快点开启时空之门。沙袋叹了口气，自己明明也喜欢着不完美的达蕾丝。可未来的达蕾丝就是不接受他，那眼神里全是恐惧。他提醒达蕾丝别忘了她才是女王。祖父坚称自己没问到他的孙子，老头子以为他们闯进来的，但也没追究他们的责任。少爷头上的帽子原来是祖父留下的。这时候扎伊已经开启了时空门，少爷他们被一股力量拉了上去。达蕾丝也赶紧跑了回来，没想到沙袋差点也跟着过来，却被达蕾丝给击飞了。沙袋这时看到了爱丽丝，忍不住嘲讽沙朗的女儿真是的麻烦。然而这次穿越好像没什么大变化，不清楚未来会不会有所不同。少爷泡温泉时还在思考能不能和沙袋好好说话，但他没有放弃的意思，毕竟决心已定要和对方成为朋友。谁都没料到，在他们去魔法学院的路上，一直昏睡的沙朗突然复苏了。